有个东西能在0.1秒内把活物加成肉泥，1周后呢连骨头都不剩。你以为是什么猛兽？错了，是植物。更恐怖的是它还会算数计时，甚至能分辨你给它喂的是真虫子还是假肉。1875年达尔文因为公布了这个发现，差点被全世界骂成疯子。有人说他亵渎上帝，有人说他在胡扯，但真相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离谱。地球上有600多种植物都在偷偷吃肉。故事得从英格兰南部的一株不起眼的小草说起。达尔文有一天路过突然发现一株毛膏菜上沾满了虫子的尸体。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奇怪的？很多植物上都会有死虫子但达尔文不这么想，他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你看有些植物确实会间接害死昆虫，比如七叶树会把虫子粘在它们的粘液上，活活饿死。但达尔文大胆猜测，这些虫子的死绝对不是意外，它们是被植物故意杀死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呢，达尔文开始了疯狂的实验。他给这些植物喂各种东西，氨盐、氮氢、昆虫，甚至还喂奶酪。你没听错，就是奶酪。经过大量实验之后呢，达尔文彻底搞明白了，这些植物真的有消化系统，它们真的在吃肉。这个发现直接改写了生物学教科书。现在咱们已经知道地球上至少有600多种食肉植物，有些靠粘液抓虫子，就像达尔文研究的毛膏菜；有些呢挖个坑让虫子掉进去比如猪笼草；还有些像个真空吸尘器，水里的小虫子呢一靠近就被吸进去。但要说最有名的，还得数捕蝇草，那个长着血盆大口，一口一个小朋友的狠角色。捕蝇草这家伙有多厉害呢？你想想一只苍蝇闻着香味落在它叶子上，还没反应过来呢，啪，直接被夹住了，然后就被关在这个绿色监狱里慢慢消化。整个过程呢大概要1周，这画面想想就够刺激的。但问题来了，植物好端端的晒太阳不行吗？干嘛非要进化成这副吃肉的样子呢？咱们先来看看捕蝇草到底住在哪儿。这货在全世界就只有一个老家，美国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的海岸平原，而且呢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直径也就200公里。它们长得不大，喜欢待在树底下那种空旷的地方。之所以空旷呢，是因为那儿经常着火，大树都被烧了，正好给它们腾地方。就在这片沼泽地里捕蝇草的杀戮开始了。你以为捕蝇草的那个嘴巴真的是嘴吗？其实那是片叶子，2片叶子通过一个铰链连着。平时呢这2片叶子是张开的，还散发着甜甜的香味，专门引诱虫子过来。虫子一旦降落，就可能碰到叶子上的感应毛。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捕蝇草有6根感应毛，但碰一根它不会动，为什么呢？因为它怕误判万一只是一滴雨水或者一片树叶掉下来呢？所以捕蝇草设计了一个双重保险机制。你碰第一根毛的时候它体内就启动了一个30秒的倒计时。如果30秒内你又碰了另一根毛，那对不起了老弟你就是今天的晚餐。叶子合拢的速度呢比你眨眼还快，虫子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这个过程呢其实挺科学的，感应毛被触碰后呢，就像一个开关，让钙离子疯狂涌出，产生电信号传遍整株植物。2次电信号之后呢，啪嗒，渐渐合上了。原本凹进去的叶片呢，迅速鼓起来，把猎物牢牢锁在里面。你可能会问植物怎么知道30秒过去了？它又没有手表。科学家发现呢，秘密在于叶子里的钙离子浓度。第1次碰触之后呢，钙离子浓度会上升，然后慢慢下降。如果第2次碰触发生在钙离子触发不了了，这设计简直太精妙了。但故事呢还没完，就算你有办法骗过捕蝇草让它合上，比如说呢你给它塞块奶酪进去它也不会上当。几个小时后呢，它会重新张开，把奶酪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确保抓到的是真正的猎物。只有当虫子在里面拼命挣扎，捕蝇草才会完全封闭，开始消化。这样呢，它就不会浪费宝贵的消化液去处理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一旦陷阱完全封闭那就不再是嘴巴了，而是变成了胃。消化液呢开始涌入 ，pH 值急剧下降，就像咱们的胃酸一样。虫子越挣扎，释放的消化酶就越多，这就有点残忍了。你挣扎的越快死得越快。大概1周之后呢，虫子就被彻底液化吸收了。看到这你可能会想，植物晒晒太阳不就行了吗？干嘛要费这么大劲去抓虫子其实呢，捕蝇草要的不是虫子里的卡路里而是氮。氮是叶绿素和蛋白质的重要成分，没有氮，植物就活不了。问题是捕蝇草生长的那片土壤氮含量极低，酸性还特别强。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想办法搞氮。所以捕蝇草有50%到75%的氮都是从吃虫子来的。其他食肉植物呢也差不多，都是因为土壤太贫瘠，被逼无奈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那么问题来了，植物到底是怎么从乖乖晒太阳变成凶残杀手的？科学家研究了捕蝇草、水轮草和毛膏菜的基因组，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大约7000万年前他们的共同祖先经历了一次基因组大复制，
所有 DNA 都复制了一份，这就给了植物改造自己的机会，一份基因保持原样，另一份可以随便折腾。你看，普通植物本来就有分解真菌用的酶，食肉植物呢就把这个酶改造成消化昆虫外骨骼的工具。植物的根本来是吸收养分的，食肉植物呢就把这个功能转移到了陷阱上。花蜜本来是吸引传粉者的，现在变成了诱饵。就这样，通过重新利用现有的基因，植物一步步变成了杀手。更神奇的是呢，植物的食肉性不是只进化过一次，而是至少独立进化了6次。有些长得一模一样的食肉植物其实在进化树上隔了10万8千里。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多数植物都有成为食肉植物的潜力。只要环境合适，时间足够，它们就可能走上这条路。想想看也许再过几百万年，你现在阳台上种的那盆绿萝它的后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吃肉的猛兽。当然，这需要特定的环境压力和足够的时间，但这个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说到这你可能会好奇，科学家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以前科学家只能看看外形，比如达尔文研究雀鸟的嘴型，但这种方法有局限。2个长得完全不一样的生物你根本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很长时间里人们都不相信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有共同祖先。但 DNA 的发现改变了一切。现在咱们知道，所有生命在分子层面都说着同一种语言，遗传密码。通过比较基因信息，科学家能够精准测量不同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在达尔文那个年代简直不敢想象。现在有了强大的计算机和算法，进化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从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到揭示生命进化的奥秘，这就是科学的魅力。谁能想到那些被咱们养在花盆里的植物体内居然藏着变成杀手的基因呢？大自然的设计永远比咱们想象的更精妙更疯狂。下次你看到捕蝇草的时候记得离它远点，谁知道几百万年后它们会不会进化的更厉害呢？